角逐奥斯卡，在7部国片的激烈竞争中，塔碰成功脱颖而出，代表台湾冲击奥斯卡。不仅如此，这部电影还拿下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多项大奖，上映后票房突破1亿元，更被不少观众称为近年来最值得一看的台湾电影。为什么偏偏是塔碰呢？因为他没有把镜头对准历史中的大人物，也没有去讲那些宏大的政治故事，他只是讲了一个15岁的乡下女孩独自从嘉义来到台北，给自己的哥哥收尸，这却让他一步步走进了那个台湾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让人窒息的年代。那个年代就像电影的名字一样，塔碰，雾太大了，看不清明天会发生什么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。这部电影或许想问，当一个时代连公道都消失了，那么最后还有谁愿意替一个陌生人把公平还给这个世界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塔碰。甘蔗田里雾气是真的。1953年的嘉义乡下，阿云已经在这片甘蔗林里躲了3个月。妹妹阿月每天偷偷钻进去给她送一点简单的午饭。2个人坐在潮湿的泥土上，哥哥还在强装轻松。他借手表放到阿月手里，转动指针，说了一段后来会贯穿整部电影的话。以后遇到困难感觉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就这样把时间快转过去，想想明年、后年、5年、10年后，眼前这点苦也就不算什么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可没过多久，脚步声就从远处传来了。哥哥脸色一变，只来得及交代妹妹照顾好母亲和弟弟，就往更深的林子里跑。阿月拼死拖住警察，换来的是一顿毒打，而哥哥最终还是……雾从一开始就笼罩着他们，不是天气里的雾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看不见却能把人闷死的雾。火车上这层雾变得更具体。阿月第一次出远门，坐上北上的火车，邻座有人养着一只鸟，正得意洋洋地夸他听话。鸟忽然扑棱一下飞起来，落在一个戴着手铐的男人手上。那男人小心翼翼地抬起手，露出了手铐。他是政治犯，对面2个戴帽子的人是押送他的特务。特务头子一把抓起那只小鸟，狠狠摔死在地上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为了示威。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所有人却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。鸟的主人只能吞下委屈，特务头子旁若无人地哼起小曲。大清早，阿月第一次真正见识到外面世界的残酷，他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发生，而周围的人学会了低头沉默，当作没看见。雾让人看不清方向，也让人学会了自保。到了台北，雾更浓了。车站门口，3轮车、4行车、美军吉普、牛车全挤在一起，口音从南到北什么都没有。第一次进城的阿月被这只长看得发懵，他到处打听极乐殡仪馆的路。一个看起来热心的男人凑上前来，说自己有熟人能帮忙减免费用。他跟着上了车，结果直接被推进人贩子的窝点。2个人盘算着他年纪小，能卖个700-800。就在他被绑起来，几乎要被换上花裙子抬价的时候，刚才送他们过来的3轮车夫发现他的包裹落在车上，特意找回来，车夫一拳打过去，把他救了出来。这个满嘴脏话、说话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男人叫赵公道。可阿月刚脱险，马上又掉进了另一层屋里。他身上只有40多块，远远不够赎回哥哥的完整尸体。赵公道带他去当铺，想把手表换成现钱，老板只肯出80，后来看在赵公道的面子上，加到90。阿月一家一家问过去，报价越来越低，最后他只能忍痛把哥哥留下的手表当了。他不知道那些当铺早就联合起来压价。城里人心眼子多，雾太浓，他根本看不清谁在帮他，谁在坑他。到了殡仪馆，不管赵公道报出哥哥的名字，还是报出战友刘大庆的名字，得到的都是同一句：明天再来。连看一眼尸体的机会都被雾挡住了。晚上，阿月无处可去，只能在干草堆里将就。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他。禁烟时期，夜里还在外面游荡的人都会被抓。警察看她是个小女孩，没有太为难，只是带回警局做笔录。同一夜，赵公道也因为喝醉打架被抓进来，2个人就这样戏剧性的重逢。雾越来越厚，普通人活在这样的雾里，根本分不清方向。你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人来敲门，不知道自己说的哪句话会被当成罪证，不知道帮忙的人会不会反过来害你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后能不能被好好收尸。雾不是天气，它是人为制造出来的，它让受害者无法为自己辩护，也让旁观者习惯了视而不见。它把恐惧变成日常，把沉默变成生存本能。阿月从嘉义走到台北，一路上遇到的坑蒙拐骗、冷漠推诿，随时可能降临的暴力，全都是这层雾的具体形状。甘蔗田里的那段对话其实是整部电影最早的语音。阿云躲了3个多月，每天等着妹妹来送饭。他明明已经在逃亡，却还在2月玩快转人生的游戏。他把手表的指针往前拨，说现在是民国42年，我们躲在甘蔗田，2年后呢？阿月说想回学校读书，
哥哥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供他念到大学。再往后，阿月当了老师，有了2个孩子，再后来要当妈了，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。阿月反问那时候哥哥在做什么呢？阿云想了想，说他想当个画家，给小孩子画很多绘本。到那个时候，世界太平，没有战争，人人自由平等，再没有谁会被迫害或欺负。那一刻，他眼里全是对未来的憧憬。他真的相信自己能变成一片云，能化成雨，去滋润干涸的土地。后来，阿月在台北找到姐姐阿霞，才从姐姐那里听到哥哥临死前写下的另一个版本，还是那个阿水与阿弥的故事，可结局完全不一样了。这一次，阿水先变成了云，在夕阳下化成雨，落入太平洋，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再也回不去了。阿弥等了很久，等到下午还是没变成云，他越来越轻，不停往上升，高兴的以为马上就能和好朋友相聚，可他停住了。他发现自己没有变成云，而是变成了雾，白蒙蒙的一片大雾。一朵白云飘过，阿弥对云说，要是你见到我的朋友阿水，请告诉他我变成了雾，升不上去了。白云回答，你的朋友昨晚已经变成了雨，落进了太平洋，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。阿弥很难过，他也想成为阿水那样的风景，可不管他多伤心，时候一到，雾就散了。到最后，他都没能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一片风景。哥哥给这个新版本取了名字，我是塔蹦，塔蹦就是大雾。曾经那个相信只要有决心就能改变世界的青年，在逃亡1年，最终被枪决之前，承认了自己成不了滋润大地的云，他只能做一片会散去的雾。可是雾真的什么都不是吗？几十年后，当阿月已经当了外婆，坐在医院里，他才慢慢明白，那片当年升不上去的雾，本身也成了后来人眼里一道散不掉的风景。阿云没有变成他想成为的云，可他留下的那片雾，让后来的人看见了那个年代真实的样子。云看不见，抓不着，可他一直高悬在那里。他提醒后来的人，曾经有人在最浓的雾里还在仰望天空。阿月后来给女儿取名念云，念的不只是哥哥，也是那个想变成云却最终成了雾的理想，以及所有像哥哥一样在看不清的年代里仍然选择抬头的人。雾会散，可云留下的痕迹不会。赵公道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句民间的叹息，他爹连生了7个女儿，好不容易才盼来一个儿子，高兴的直掉眼泪，大呼老天终于给了我一个公道。于是这个从广东来的退伍兵就叫了赵公道。他自己常开玩笑说自己的全名有8个字，赵子龙为人很公道。可活到中年，他才发现名字里的公道在这个时代里比黄金还稀有。他不是圣人，满嘴脏话，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，5句里有3句在骂人。但阿月去当铺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清楚那些老板并不完全公道，却还是带他去了。赌博上头，把好不容易赢来的钱一口气全输光，害得阿月连最后一点希望都没了。更重的是心里那道坎儿，当年他熬不过老虎凳，把救过自己命的排长刘大庆的藏身之处说了出去。刘大庆不是被枪毙的，是被特务头子范春活活打死的。从那以后，赵公道就再也直不起腰，他被生活磨出了棱角，学会了坑一点，骗一点，骂一点，才能在台北这座城市里勉强活下去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，却在关键时刻一次次把公道还给了别人。他发现阿月的包裹落在车上，本可以不管，却还是掉头回去，一拳打走了人贩子，把他救了出来。他明明自己也丢了工作，被特务盯上，却还是陪着阿月去殡仪馆，去找姐姐，去想办法凑钱。最危险的一次是小特务出钱让他杀掉范春，范春抢走了小特务的青梅竹马，也是亲手打死刘大庆的人。杀了他，既能帮阿月凑够赎尸的钱，也能替自己还一点心里的债。赵公道犹豫了很久，他问那人身上有枪没有？小特务说没有。他点了头，临走前他把刚拿到的钱全部塞给了阿月，让他在路边等着，说自己办点事就回来，然后独自潜入一生一双的家里。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展，范春有枪，混乱中小特务被反杀，赵公道只来得及刺中范春一刀，就拉着阿月骑着逃了。哪怕自己正在被追杀，他还是先把阿月送到了殡仪馆。后来他被范春带走，阿月冲出去想见他最后一面，赵公道只是微笑着给他行了一个军礼。那是军人的告别，也是一个普通人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公道全部交了出去。特务范春害人无数，却能安安稳稳过完一个富足的晚年，没有报应，没有清算，也没有一句对不起。而真正把公道还给这个世界的人，是一个穷的连自己都顾不好的三轮车夫。他没有权利，没有钱，可他还是把一整条命搭了进去。在一个政府欠了你公道，需要一个陌生人替他来还的年代，赵公道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一点微弱的公道还给了阿月，
也还给了自己。名字里的公道，他这一生总算没有完全辜负。在那个年代，连死都要付钱。哥哥被枪决后，通知单寄到了村里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家属必须立刻前往台北极乐殡仪馆认领遗体，如果没人认领，政府就会随便找个地方埋了。可认领不是免费的，寄存费、棺材费、运输费加在一起少说600-700，有人说要1000。最扎心的是子弹费，官方的说法是处决属于执行公务，子弹是公家财产，所以打死你亲人的那颗子弹的钱得由家属来出。阿月家里为了救哥哥，早就把所有积蓄都搭了进去，还被人骗得精光，到现在还欠着一屁股债。叔叔感叹，要是当初不让阿云念那么多书，说不定现在还好好活着。可阿月无法接受哥哥客死他乡，尸骨无存。他带着40多块钱、一块手表、2颗地瓜，还有一张写着姐姐地址的泛黄纸条，一个人上了北上的火车。他要做的只是把哥哥带回家。这件在今天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事，在1954年的台湾却成了一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到了殡仪馆，工作人员爱答不理，赵公道报出阿云的名字，得到的只是明天再来。后来他们终于进去了，却发现哥哥的尸体已经不在了。当班的人没登记清楚，一批尸体被处理掉了。工作人员起先咬死不说去向，声称这是机密，直到赵公道塞了2张钞票才松口。尸体被送去了国防医学院做解剖教学用。医学院的福尔马林池是全片最让人窒息的地方，池子里泡着许多面目全非的遗体，大多是和哥哥一样被枪毙的政治犯，气味异常难闻。勤杂工在池子里捞人，动作熟练而麻木。阿月站在池边几乎崩溃，他想起哥哥教他的话，熬不下去的时候就把时间快转。他开始一年一年的往前数，1954、1955、1960、1970，数到哥哥曾经畅想过的1980年，那个他想当画家，给小孩子画绘本的未来。可这一次快转播过的是哥哥再也看不到的几十年，他的时间永远停在了民国43年。好在医学院没有再收钱，他们帮忙把哥哥火化了，还找了个还算像样的盒子装骨灰，这样哥哥就能比较轻松的回家了。阿月抱着还温热的骨灰走在台北的街头，这时一支送葬的队伍正好从他们面前经过，锣鼓声、哀乐声混在一起。阿月没有犹豫，直接走入了队伍之中。哥哥终于有人送了，哪怕是陌生人队伍，哪怕没有自己人的眼泪，至少这一路不是孤零零的。赵公道当初在赌场说过要给阿云请一班乐队，他没能亲自实现，可命运用这种方式勉强完成了。在一个人连尸体都不能自由处置的年代，坚持把亲人带回家本身就是最大的反抗。他不是游行，不是宣言，不是喊口号，他只是一个15岁女孩用尽全力想让哥哥的灵魂有个落脚的地方。这是最低限度的人伦，也是在那个年代里普通人能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。雾再浓，有人还是选择把眼睛睁开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收尸成了整部电影里最安静也最有力量的行动。时间真的像哥哥教的那样被快转了过去。1987年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了。1993年电视上播着一则新闻，有人花了30年在6张犁附近的乱葬岗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。很多家属当年为了以后还能寻亲，会在草丛里偷偷埋下写着名字的陶片、瓷碗，那些微光一点点把荒坟辨认出来。阿月让女儿帮忙弄了一份受难者名单，一次次寻找赵公道3个字，一直都没有。直到2004年，她已经当了外婆，女儿和外孙女陪着她来医院检查，隔壁护士叫号的声音突然传过来，赵公道。50多年了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应了声。阿月走过去问他是否还记得50多年前一个从嘉义来的小姑娘要去殡仪馆找哥哥的尸体。赵公道一点没有忘记，他为阿月现在的生活感到开心，让他先继续检查，自己在门外等。阿月说等我很快就出来。可他一转身，赵公道就离开了。他把手表交给护士，拜托转交给阿月，并说这不是以前那只，但我找了一块长得很像的。然后像从前每一次拉着3轮车出发一样，坦坦荡荡地喊了一声走喽。那一声走喽很轻却很响，像是把这辈子所有的亏待、委屈、做过的25年牢都吆喝成了对命运的不计较。雾终究散了。还记得电影开头哥哥在甘蔗田里对阿月说的那段话吗？他把指针拨到民国69年，到那个时候世界太平，没有战争，人人自由平等，再没有谁会被迫害或欺负。那时候他还在逃亡，说这些话时眼里全是光。结果如今真的实现了。今天的台湾已经能够自由说话，自由做梦，自由批评，自由投票，自由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
那些曾经被浓雾笼罩的岁月变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，不是继续压在肩膀上的枷锁。它蹦最温柔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让我们永远沉浸在伤痛里，它只是轻轻拨开那层雾的一角，让我们看见，曾经有人在看不清的年代里仍然选择伸出手，曾经有人用自己的命去换一点点公道。真正的公道从来不是等来的，它是一代一代人用勇气、用眼泪、用沉默里的坚持一点点换来的。我们现在走在阳光下，能看见明天，能把想说的话大声说出来，能把亲人好好的送走，这不是理所当然。正因为曾经看不清，所以更要珍惜今天能看清的日子。走在阳光里的时候，也别忘了那些曾在浓雾里为我们拨开过一点光的人，他们走了，却变成了这个时代最轻也最重的主角，而我们终于活在了哥哥当年想象过的那个民国69年之后。最后留2个问题想和大家一起聊聊，如果你是赵公道，耗尽一生替陌生人守护道义，你会选择留在他的余生里，还是悄悄消失在人群中？如果一辈子只能当一片消散的雾，那些为了理想而粉身碎骨的人，究竟会不会被历史遗忘呢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有观点、有深度的经典电影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。我是瑞元，我们下期见。